哎，大家好！你看我现在很热情，但是王太今天去学校做了一件事情，本来是好事情，做志愿者，见一些中国家长，帮助学校做那么件事儿。但是回来以后啊，他就发现自己怎么跟其他的中国家长不一样。我们的想法为什么让他感到自己是冷漠无情的？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的生活习惯对小孩的教育理念发生了哪些变化，导致是这样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思考？我们先听王太来讲一讲这个故事啊，但您不要走开，因为整到节目最后让你看一个很温暖的东西。先问一下王太，今天你去学校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今天我主要是去做翻译，因为学校举办了一场午餐品鉴会，是专门针对中国家长的。因为中国家长们在上个礼拜向校长是有反映说，学生的这食堂餐食好像不好吃。哦哟，那学校还很重视啊。对，就去吃一下今天午餐的一个所有的餐点都可以去尝一尝，有什么问题可以吐槽之类的，可以反馈给学校。我问一下，这些家长都是新到学校的一些新的学生的家长吗？有新有旧，我看这些一些老面孔我们也都认识，应该也有个长的可能2年，短应该也是有1学期2个学期这样了。那他们大概有多少位家长？今天一共是招募了7位家长，加上我是8个人。那学校找到我是希望我能帮忙去做一下翻译，这些家长的英文可能是沟通有一些难度，我就负责帮忙翻译。好，那我们就来看第2趴，王太帮助中国家长翻译给学校，再翻译回来。那你对两边发生的事情应该都是很清楚的，讲给我们听一下。家长提问了什么？学校又作答一些什么？你刚跟我讲了好几件事情，我听着也很新奇的，我也觉得我好像也变冷漠了，一定要讲给大家听一下。首先是开这个会，我就觉得挺诧异的，因为我也是是吗？因为校长跟我说，但大家好像不对学校的餐食的口味是有这个差异。我还特地回来问了一下小孩，我们家小孩说就那样一般，他说一般，我就觉得那一般的没有问题了，我就不会有一个红灯响起来了嘛。对，那这个是第一个惊诧。第二个惊诧是到那边我听到这些家长对于学校的食堂的这个问题，我就感觉说，这我怎么从来没想到我要去关心一下，或者说我也曾经有听到儿子这么说过，为什么我不觉得是个问题？你这做妈妈的怎么就这么不称职？我会觉得我自己不太正常，这么冷漠无情，为什么呢？我们就讲讲家长们反映了什么，我先听听看。最深刻的一个是一个家长就在那边说，希望学校的收银系统能够改进一下，孩子的消费记录下面可以附带上说明孩子今天这笔消费是吃了什么东西，要有个小票是吧？对，我就很好奇，我说你希望这个有一些什么信息？看到今天比如说14.8块，他今天是吃的 ABCDEFG， 列给我看一下，我要知道他每天吃了什么。我想这个这不是列给学生，是希望有个像 summary report 一样回来让家长想要知道还要白天在学校里面吃了什么。对啊，每一天对，就每一笔消费他都希望知道。那这个校长怎么回答？这是食堂负责人，他们怎么回答？这都来不及回来，因为他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就有其他的家长说有的，你应该点这个按钮。结果一拉下来，果然是有的。对，就我们那个app 上不是会看到吗？应该对，这个家长就反应就来了，他说这一串英文我也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但是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去跟上面去反映了嘛。我想他不认识，其实自己查一下字典就知道是吃什么了。OK， 这个虽然怪一些，但它还是个可解决问题，让你印象很深刻。我想说这个我就开始谴责了，说我现在已经连孩子回到家问他你在学校今天吃什么，我都不会去问。我们说今天吃过吗？吃了吗？这个我也不会，我只会问他一个问题：回到家以后，你现在饿吗？饿我给你做饭吃，我就负责把他在家喂饱。我是偶尔会问一下 Wilson， 今天学校吃了吗？因为有时候我每周会给他打钱，我发现怎么这周没有用什么钱，还是我给他1周打110，那差不多还是那么多钱，所以我会问他一下。有时候我就发现我很久不需要给他提高额度了，因为他总是花差不多花到10块钱，他也就不花了。这个是我们等下你也会分享，这是一个家长。还有大家会反映一些什么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也觉得非常对。我突然发现除了单做妈妈这个事情，我感觉我做的没人家好，我就发现我的英语也不好。因为这家长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学校里面的菜，这些蔬菜都是炒的，
炒这东西挺上火的，能不能有一点这个不炒的蔬菜？我就想着上火这个词儿怎么翻译？我立刻想到那个著名英国女歌手 Adele 那首 Rolling in the Deep，There's a fire rolling in my heart。我心想这样翻吗？Heatify。后来我回来跟我们那个观众群里面，我就请教了大家后来我们有2个马来西亚观众说，中文真的是有一个词，好像还是近几年发明，叫 heaty。但这个词外国人可以理解吗？我们有马来西亚洋人可以理解吗？观众说他们也试图用 heaty， 然后去跟西方人去解释上火，人家一头雾水，也不懂。这个太难了，人家就算听懂，他还要白印你这个理念才能回应你啊。对，那我首先要再问他去 clarify， 我就又反问我说，那你的诉求就是希望学校提供一些这种手指食物 finger food， 比如说切成条的西芹胡萝卜，一杯一杯的生吃这样的卖。不，也不是这个样子，那这样也吃不惯。我经常说，对，我说咱们东方人这样的吃法，那孩子们也不一定是大人都吃不惯，所以这个又变成不是问题的问题了。所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孩子吃东西上火不上火，我作为一个老妈，我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怎么办？还有什么？来再说一下。第3个问题，就有家长反映说，他们孩子回来会说自己比较喜欢吃的一些餐食，学校里面他们是每天限量供应的，早到早得，那他们去的时候基本都排不上队，就吃不到。他们希望学校能够增加一点这个食物，这个叫限量版的东西。我心里就在嘀咕说，这个吃不上这个事儿就吃不上呗，今天吃不上，明天吃得上。好像这个事情我好像也没在操心，我又开始自责了，你知道吗？你没有太去在意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在乎。但我听起来这个诉求如果提出来的话，应该算是合理，但是最终决定可以让食堂或者大家一起商量，应该算是合理诉求吧。对对，那这个我也是翻译过去了，但是我后来就跟这个妈妈说，我说可以让孩子早一点，一放学一到 lunch break 就去排队。因为跟学校食堂沟通下来，他们觉得限量版的东西本身就成本比较高，做多了又怕浪费，所以每次，而且其实学校里面这个后面要讲的是语言问题，食堂都会提前预告给学生跟家长们的。如果你知道那天限量版，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些提前安排，孩子早一点去嘛。你看很多问题一旦问出来，这产生沟通了，好像就不是问题了。那再告诉你一些，还有家长说，他说咱们学校因为现在卖的叫一个 lunch set， 你可以配一个主食，有2道菜，可能一荤一素，你自己选。家长说，能不能把它打散？你比如说一个菜，我今天只想吃这个炒青菜，那我就是炒青菜一个价格，不要是一个 set meal， 因为一个 set meal， 他说这个样子我孩子就有比较大的自主权，选择他自己想吃什么，不想吃什么。可是我想说的是，学校里面的 set meal 是从4道荤菜里面孩子可以选一种，4道素菜里面可以选一种，他的意思是每一种菜必须单独列一个价格。但这个是为了什么？家长是舍不得花钱吗？还是怎样？他是觉得说他可能看了菜单之后会跟孩子说，你应该吃这个对你的身体会比较好，可能要多搭配几种，你知道吗？这个我也没有想到过。不关心孩子的营养。对，我真的是一点都不关心这个孩子的怎么样吃，真正我又感觉我自己关心太少了。那看这样有4个事情，你还有什么需要分享吗？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就是这些问题让我真的意识到说，为什么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为什么就是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我即使今天听他们讲了，我觉得好像也不算是一个我需要向食堂去提出的问题。好的，在我想跟你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去试图分析，就像开头说的一些差异之前，还有个事儿你提到过，你说英文很重要，我知道你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因为你今天做了翻译，讲给我们听一下。对，我觉得英文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就发现我在做翻译的过程当中，我在听餐厅的经理和他的上级今天很重视，2个人都来了，跟我讲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在一边眼巴巴的等到我听明白之后我再翻译给他，但是因为今天的时间原因，我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单词每一个句子都这样完整的翻，我只是概括的去翻译，当中一定会有就等于说是 a loss of translation 翻译上的这个差异。还想知道你上火是怎么说的？上火不是没说，后来不是灭掉了，根本就提不上是交流，只能说是单向的传达，是很大的一个缺陷。因为如果他们能够自如的沟通，其实就可以直接提问题，一来一往就很快了。今天的时间，同样的30分钟的时间，可能我今天传达的内容就是可以 double triple。这还是在语言上，我想多说一点，如果英语好一点，那有可能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他甚至于就
不会来提这个问题，但这里就先不展开，我们在讲英文那集提到过，你再说一下。第二个感受语言问题就是说，我有跟他们家长就讲，我说其实学校的餐厅每个礼拜都会去提前公布他们的菜单，他们就非常惊奇的问我说：“哎，这个事情？”对，我说呢，校长每个礼拜的邮件的底部总归是有一个 link， 你点进去就是一张菜单。很多家长好像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那我就在想，是不是他真的是每个礼拜的这个学校的邮件，他们都有耐心，或者说会有勇气去把它打开了全部都看完，也会缺失很多很有意思的信息。是，确实不容易，因为我刚来的时候看那些邮件，我也觉得写得很好，但是你要认真读完是要花一些时间的。对，所以我想来和你辨析一下，不要走开，这现在才是我们比较精彩的部分。我想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你看有很多新的家长过来，我们不是要用这个东西说别人家长就怎么不对，我们的这些中国同胞或者学校就一定怎么样，也不是说我们自己冷漠是对和不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第一，通过这个事件来反思我们自己的教育立场和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一些改变一些新的习惯。同时，如果通过这种差距和不同，对自己有一些指导意义，那也是很好的。那我当然也希望其他家长过了半年以后，听到这些以后，他能够适应了。他说小孩子在学校肯定会吃的挺好的，我挺放心的，他的营养都能得到保证。那这事情就没有了。所以回到这个问题啊，那你到底是不是不在乎小孩？刚才只是说了其他家长想法，你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有没有吃饱，有没有吃都不是很重要？就能不能讲讲看，从你的角度来看，你的教育理念，我们谈自己个人真实的。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校食堂反馈会，在大概半年之前也有一次了。我是参加了其他的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家长的这样的一个跟餐厅经理的坐下来的1个小时的对谈。他们也反馈问题了，就不是说只是中国家长。那个问题是我很关注的问题，是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当时其中有一个印度家长，他的孩子吃到了汉堡包里面的肉是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是主动报名参加了那个活动。对我来讲，我更 care 的是整体的食物是不是有食品安全的问题，这个东西是不妥协的。哪怕我儿子没有回来跟我说，我只是听到坊间大家这个八卦的时候讲到这个东西，也会主动去反馈。我会主动去参加，而且我是 take meeting minutes 的。对，你看熟悉我们的老观众应该听到我们讲过很多次，以前在中国 Wilson 不喜欢他的学校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吃饭的问题。那等一下会讲为什么以前我们很在意，现在变得不在意。刚才王太讲的是 OK， 像这样的问题你是在意的，说明你其实是在意小孩子，但你在意的东西不一样。对，你在意是整体的学校食堂有没有出现重大的事情，比如食品安全。对，你还在意什么？你难道？我觉得在意的食品安全之后，我们那次讨论，我们大概是6、7个不同国家的家长讲英文，大家全部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最后有一个 solution。比如说，我们大家首先是回去要跟自己的孩子鼓励他们说，有问题当场反馈，不要回来跟家长说，当场反馈，当场留样，当场解决。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跟对方去提出来了，你们必须要有一些标准化的 SOP 啊，什么拍照存档，包括每周公示这个菜单这个事儿，也就是我们那次会议之后才会推出来的。你看，如果没有了语言问题，1个小时的会议，大家参加之后是会有一个 solution 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单向的一个传达会议就很难，真的是拖得很长，对，也没办法去有效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大家关注点就是不一样，像他们西方家长，他们会关注的是到底这个是什么样子会造成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出了之后你怎么避免下次再犯。但是我们的家长可能在乎的，可能中国人比较在意吃这个口感，他们觉得要好吃，要及时吃得上，他们这个关注点就跟我们不一样。是，这个好像是在你讲的另外一个层次上，但是我们确实也发现很多家长，包括说我们的父母也很关心我们，每次回家哪怕到我们比较大的年龄，吃了吗？这一顿好吃吗？吃了一些什么东西？就对这个层面是很关心的。我先不说好坏，但我能够看到这个是我们中国来的家长和其他家长和学校的理念是比较大的差异的。我想很多我们的其他国家的那些朋友，他们会觉得这不是小孩自己的事情嘛？对的。所以说我们的改变，我们现在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对。等下讲以前在中国，因为那时候还小，还是刚刚念小学的时候，那现在我也是这样想的，他应该可以非常自主的
很好的安排好自己什么时候吃，想不想吃，吃什么东西。对，我记得我们家里面，其实我也有过一次 struggle， 我感觉他每天吃太多了，就一天要吃掉36块嘛，那是刚来加个半死。所以你给说他每个礼拜你给他定一个额度，对，我觉得这个家伙也蛮鸡贼的，他在学校里面吃的，有的时候吃的超标了，不够了。第二天就会变着花样暗示让我给他带饭，嘴巴很甜，妈妈你做的真好吃。我知道他一定是这个钱不够用了，我会发现说他也慢慢的学会说他自己有多少钱他就吃多少的东西，在他能力范围里吃。所以你看其他的学校我不知道，至少以国际学校我所了解到的来说，餐厅是像 cafe 一样的，是 cafeteria 自助餐。我说他们那他的去买的方式是你自己充完钱以后，学生可以自己自主的购买。对的。那这一点我觉得 Wilson 做的还挺好的，他第一顿超的很多，后面几周开始慢慢不超一点，等到不超，他会向你说你帮我做饭，有时候会跟同学之间大家请客调剂。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怎么样就管好一笔小钱的过程。我是不知道你这个额度是跟他商量定的，还是你给他计算之后。我也是根据全球的通货膨胀来慢慢增加。刚开始我刚来我是给他80马币的一周，谁知道他第一天就吃了一半嘛？但是第一天真的他做得很好，他很快就换过来了。后面我会帮他周中看一看，如果缺了，那我就给他就是再补上去一点。等到第2年我再加到100，那后面我就发现他吃的不多，因为他又抓紧时间去打球了嘛。这是我最担心的。大家也不用就说太担心，因为我们也会这个事情会问他有没有吃嘛，所以我说我问他问题，不然早上和晚上我给他再补上一些。那随着现在通货膨胀，我就给他加到110了。但是我可以做到，我每周提醒自己按时给他加钱就好了，我根本就不会去看。如果他吃到80还只花了30，那我就给他加30上去，我反正给他 top 到110块钱，就是这样子。那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可以管好自己的钱。还有我的很放心，我的放心是来自于刚来的时候，他们学校我们也去吃过，他还拖着我们说挺好吃的，带我们说这个好吃好吃。我还说这么好吃，来你帮我外卖一点回来。另外他们甚至我现在还怀疑 Wilson 是不是他品味太差，就人家觉得难吃的他觉得好吃，是不是他品味差，你知道吗？你看他食堂的人我们也去过很多次，我们也接触过，别人是负责的，这个摆放是卫生的。再有他们学校很重视，他们还有 student 的这个 captain 会给大家提议说我们要 bring hot chocolate back，不是有一次吗？那学生会争取自己的利益，这个机制在我看起来已经很完全了，他又这么大了，所以我不太 care。那我们来看比较，你刚刚提到这些让我想到家长除了说对小孩有没有吃很在意，吃的好不好很在意，还有你看他好像要知道说他有没有乱花钱，我给他每周打的这些钱，就他的 report 我要看到。其实还跟我讲过这个钱食堂会按错是吧？按错了钱以后，他要知道怎么纠正、怎么取证等等，就非常细致。其实我觉得学生会自己的 Wilson 不是说学校没有错，因为 Wilson 也跟我讲过，但他自己会跟那个 shop assistant 去说的，为什么要我来介入？学校里面可能重复计算，一下子这个钱是花得特别快，我们也发现过。今天其中一个家长就这么跟我反映了，我说那能不能鼓励孩子，首先是当场去反映，当然你这个问题我一定会帮你转达，我事实上我也翻译给对方去听了。他的那个反应挺有意思的，他说年纪小的孩子都不敢的，年纪大的孩子懂得出来为自己发声了。我说那这个东西你都是要去鼓励他，有问题当场解决。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让小孩自己去当场解决也好，事后解决也好。对，我希望不是这样，但我觉得有些家长他有可能会很担心会不会被人怎么样欺负啦，或者是骗啦。你看很多人但不在这个事情上，我还是觉得我们只有不同，从不同中去分析。我觉得首先我的孩子没有跟我反映过类似的这些问题，或者他反映出来的问题，我觉得我只要问他一句，那你觉得怎么样做？比如说他吃不上限量版的食物，我就问他一句，那么你觉得下次怎么才能吃得上？那你会发现他在回答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已经能够知道一个 action plan， 我没什么好操心的，我不需要可能以前我也曾经有过这段迷思啊，我觉得说孩子提个问题，我就是要急于去改正，叫 fixing mind。因为孩子的问题，我的作为家长的这个价值就是我帮孩子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了。那现在孩子，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他长大他总要自己去面对，就是他的问题，你就带着耳朵去听，叫 active listening 还叫什么来着？对，你就听他，你就云淡风轻的就顺着他，就 next 是 what do you think？ 他经常问问题之后，我现在只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你觉得怎么样？我就发现百试百顺，我根本就不需要出什么主意，十有八九他自己有主意。这跟我们以前看的那个家长的那个书是很像的，你要把他的东西听完，
然后你回应说那你怎么想，把他的情绪回应完，他自己会原来我是怎么样的，或者他发现自己讲了更多的事实以后，把这个思路给理清了，也能发现自己的矛盾和情绪的出口，那他能够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要就做一个很高效的很好的一个 listener 可能就可以了。这个也是一点不同，所以我们值得一说。好，刚才有讲到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哎呦在中国的时候食堂太差了，我也津津乐道的讲过，好像讲过几次的。那为什么以前学校的食堂在中国的小学食堂不好你会特别在意，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我觉得以前的小孩可能一方面是也小，他那个觉得不好吃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就是不好吃到什么程度，学校都会区别对待，老师是吃老师的食堂，学生吃学生的食堂，吃的不一样，对吧？那第二个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你孩子吃的不好，就是显著的不好，大家所有的家长都在反映不好的情况下，你还不允许孩子们用自己家长做的饭带进去，这是没有解决通路的。但是就今天我也很想跟他们讲，但后来我还是忍住了。如果真的不满意学校的餐食，不管是你家长不满意还是自己孩子不满意，咱们总归有最后一条解决的道路，就是自己带饭，或者你自己来叫外卖，都可以的。对，这点就是说学校有自由啊，还是给到很大的自由度的，这个都可以。那我们以前因为一个是很小的孩子，碰到比较严重的问题，不好吃又是冷的，跟老师吃的也不一样，那我们想给他带饭。因为 Wilson 还是一个小小美食家，但学校又不允许说卫生安全问题。我没有食品许可证。那问一下王太，你作为一个这样默的妈妈，你等一下 Wilson 打球回来，你会怎么做？你有些什么启发或者想做什么？知错就改，因为也有可能是我真的忽视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会把今天他们家长反映的所有的问题，我都会以我的方式问儿子一遍。当然插科打诨之类的方式，我也想问问看这些问题他是怎么看的，他是不是认为是个问题，他能解决吗？他不能解决，是不是需要我帮他做什么？我觉得我还是得这个 due diligence rundown due diligence 做一遍。如果是我的，我会做另外一面。我也想讲一讲，假定学校做的东西，它的体制，它基本的食堂安全，因为我觉得食堂吃好吃，什么是否会上火PT food 是这个花了多少钱？我觉得在我看起来都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在学校吃，首先要吃的安全。他能想吃的时候能够吃到，这是我第一考虑的问题。 OK， 所以我假定学校都没有问题，它有很好的调节机制，我还是要强调，我相信他已经很大了，我们在吃饭这个事情上给到他一定的自由度，让他自己去调节。但我们可以提醒他，青春期不要让自己变得太饿，为了打球而放弃了一餐两餐，这样对身体也不是很好，这个还是会再去提醒他的。还有挺好，我觉得怎么说，我以前一直看公司里面，因为我以前服务的全是外资企业，基本上都是老外同事，我觉得他们对于中餐中午的 lunch 吃的都是非常简单的冷食，一片面包配点火，手指胡萝卜什么就解决了。我觉得可能我儿子现在也是这个模式，甚至是会 skip lunch， 所以可能 lunch 真的是 skippable， 可能是我以前去美国培训的时候，我觉得他这样的改变挺好的。你听我说，我印象也很深，一人一个塑料盒子是吧？他有食堂的，但很多老外他也不去食堂里面，那个太贵了，你色拉都要称分量，一顿就好几美金，那时候还很便宜。我就看我们那个 training 的老师，他就拿着一个冷的汉堡打开来把它吃掉，真的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冷的。对的。我跟我同事去周末逛超市的时候发现，那个汉堡就卖90仙，就是0.9美元一个。我这个老师吃的好便宜，这样是想。后来就像你讲的，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有可能我们这个中国人啊，他习惯热的，习惯炒的，又有一些对学生的自己自带一套的营养理念，其实跟人家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也有能力要认识到自己的不同。像我有一次不是跟一个其他学校的同学家长，我说这个能不能帮我们OKA推荐一下，推荐到你们学校食堂。结果他跟我说，这个鸡肉咱们现在尽量让他少吃鸡啊，这都是激素，你知道吗？咱们学校尽量不让他吃，你给他搞一些牛肉什么，那是比较好的。他就跟我说，那我就赶紧闭嘴了。我想咱们卖的也是鸡肉，这个你看他才自有一套挺在别人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营养理念。如果不单单是英文，那你在思维在习惯上也要融入，有可能会适应一下那个东西。我觉得 Wilson 现在就很适应了，他跟我们做的菜也往往是一些墨西哥菜、意大利菜啊、西班牙菜，都是一些全球西方人的这种。对啊，我觉得挺好的。可能我觉得好的在于他很小就能比我早很多年可以去接受不同，就除中式菜肴之外的这些菜肴，并且能够变成世界人。对，并且把这些东西介绍到我们家里面来。
我觉得挺好的。我倒是觉得它能够有这种西式的饮食餐饮，可能也是我向往的。我觉得因为西式餐饮有它的好处，就简单方便。人最终像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搞吃的，也许他有他热爱的事情，他可以把用吃的这上面花的心思精力去干他真正passionate 这些事情，对吧？好，最后就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做的一个比较中式的芋头饭，让大家来看看，这是王太新鲜热乎做的，这是马式的，对，也偏向东方的是吧？像华人的这个，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做的这一道菜，好，喜欢吗？我们点赞、订阅、打赏、分享哦，到网站看一看，欢迎加入会员，看更多只能说给你听的事情。拜拜，拜拜，拜拜。下午茶开始了，看芋头饭。那芋头饭是不是只有芋头呢？不是啊，我看到有蛋皮，有芋头。哎，还有这个是什么？王太？香肠。还有什么吗？还有很多很多，有鱿鱼。哦，真的啊？对，鱿鱼干，还有虾米。跟我说这个叫芋头饭，放了洋肚菌。What？那今天比较失败的是葱头油给我炸焦掉了。好，我们把它放进去。看一下。太鲜了！哎，搿煮就乜事啊？我爱呀！哪能我从来没见到过搿么子啦？我不晓得。到了侬就会的。搿啥情况啊？